欢迎收看医美大叔的万语录，我是阿杰，好帅！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医美大叔！我今天看起来特别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有趣，怎么判断男人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的身体呢？如果一个男生他是很有心机的，他是很有城府的，很有耐心的，他可以花很多时间跟你周旋，只是为了跟你上床。哇，是这样，真的很难呢。对，真的如果有诚意的话呢，他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去追求你，然后跟你相处，然后去做一些付出，所以主要还是要看诚意啊。对啊，不喜欢你也懒得跟你玩啦，一定有某些程度的喜欢，但至于是喜欢身体还是喜欢你，这就是需要时间来考验。但有没有什么可以观察的重点啊？先帮大家就是过滤掉一般男生，一般的有一些很有心机，就是很有耐心、城府很深的男生哦，那个我真的也没有办法。首先就是看你们还没有在一起，刚认识而已，或者只是在暧昧，他是不是有跟你很多肢体上的接触？就可能出去的时候啊，就会没事就好像会牵你的手，过马路扶你的腰之类的，或是勾你的肩膀。你们明明没有在一起，然后只是刚认识，就会去做这样的举动，其实他都是在测试你的底线。哦，如果说他做这些行为，你都没有去制止他，或是说好像觉得说这样子不太恰当，他就会觉得说你可能也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关系。对，就一步一步的试探。对，或者是说他跟你聊天的时候呢，常常跟你开黄腔。对，然后他每次开黄腔，你都笑得很开心。对，所以这个时候女生不要因为觉得说只是礼貌性，然后就陪笑之类的。你如果是想要他认真的跟你在一起的话呢，你就要去表达出你不喜欢这样子。但如果你表达了以后呢，他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子吗？开不起玩笑。那其实这样的男生，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淘汰掉了。哦，就代表他可能就只是这样玩玩的。对，能卡就卡这样。再来，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啊，想要了解你对于性的观念是怎样。他如果问你说，你是那种性爱可以分离的人吗？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还没有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就跟人家上床过？你觉得试车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如果说啊，就是他会一直去问你这种问题，去试探你，那我觉得通常他可能呢也是想要跟你性爱分离，就在埋梗，会问这样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你发现到一个男生有在做这样的行为，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哦，了解了解。好，上床前你一定要跟他确定关系。上床前，对，假设说你们呢就蛮暧昧的，然后互相都有好感，然后进行到了某种程度。你有去那个男生的家好了，当然男生如果邀你去他家哦，你直接答应这件事情，你真的要去想清楚啦，因为通常很多男生就觉得你可能默认了一些行为，但是也有可能说你想要更了解这个男生嘛，就是如果你有去他家，你可能还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些女生的东西，对你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但男生不一定是这样想，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有机会。好，那如果说呢，他对你有做一些亲密的举动，而你也喜欢这个男生，其实你想跟他在一起的。你就要很明确的问清楚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只要他给你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假设他说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吗？他跟你说你现在是我最在乎的女生。或者他跟你说我现在最喜欢的人是你。对，你就说我最在乎的是你。是哦，那我是你女朋友吗？你还是要问清楚。只要他就是不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呢，就代表说他不想要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一定要踩住自己的底线。保护自己。对，因为如果他真的喜欢你的话呢，然后他知道你很在乎这件事情，你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在一起才能上床。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对于性的观念不一样啦，你就要让男生知道你的原则就是这样。如果这个男生他呢是没有那么没良心的话啦，那可能就会好好的去评估一下这段关系，他想要怎么样去发展。当然也不排斥有一些男生很渣，他可能就是都我 OK 啊，我们就是男女朋友，那其实他只是想上床。对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啊。那种渣男的话，说实在的，就比较难去预防啦。对呀，对，很难的。对，但如果说你还是想说有没有可能从一些小迹象去注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去看啊。他愿意付出多少在你身上，他愿意拿出多少的诚意，好好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去陪你，去在乎你现在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状况。他有没有真心想要让你开心？其实就是日久见人心啦，也要观察啦。所以所有东西其实一个人的心是怎么样，是不是真心还是玩玩，真的时间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果跟原因啦。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假设你们有确立关系了，对，但是你发觉到他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们是好像有一种不公开的，是私下的。我觉得没有要到公开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有些人他会在乎自己的隐私嘛，会觉得说再稳定点再说。但是如果说这个男生他连他身边的好朋友、同事、每天相处的人都不知道说他有个女朋友，那我觉得他玩完的几率可能也很大。哦，从这判断，我觉得好像也蛮厉害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去判断的话，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点了。网友 Q&A 时间到喽！我们医美大叔有在 IG 呢，请网友针对这次的主题发问，我们挑了几个问题，现在就来回复大家喽。第一题，对方都会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是不是代表他对我是真心的呢？就大部分人会觉得应该是啦，可是我觉得要看这个男生是怎么样的个性。如果说这个男生呢，他本来就是一个交友圈很广的人，那相对他的朋友的重量，我相信就不会这么的重。等于就是他帮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就像他只是介绍他很多的朋友给其他朋友一样，我觉得不见得代表说你就有特别的重要哦。但如果说他是属于那种交友圈比较小的人，他的好朋友就是那几个，然后愿意把你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我会觉得说那个比较有意义，可能就代表说你是在他心目中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答案。可是就算他交友圈很广，在大家面前还是说，这是我女朋友，他这样还不算认真吗？你可以看他一件事情，就是说每次相处的这些朋友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样？可能介绍那些朋友都是不重要的朋友，几个月才见一次的，对他来讲，下一次如果换个女朋友也很正常啊。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这个朋友是不是你常常会见到的？如果是常常会见到的，比较好。第二题，有一个网友呢跟一个男生暧昧很久，可是那男生一直不想跟他确认关系，却一直对他很好，买东西给他，他也确定对方只对他一个人好，到底是什么意思？答应在一起啊，确立关系是一种承诺嘛。那每一个男生对于承诺的重量都不一样，有些男生可以很轻易的就答应你，但他实际上却没有那个诚意。而有些男生他会觉得说讲出来的话要负责，他就不轻易的答应，因为对他来讲承诺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他一直都没有给你这样的承诺，就代表说你没有那么重要到他愿意跟你确立关系跟下承诺，他对你的喜欢还是在比较浅的，但是他愿意对你好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觉得对你好的这种物质跟承诺比起来，他觉得物质是比较容易的，比较简单的，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就先给你这些东西，让你觉得你对我是重要的。但是呢，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到底这些物质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承诺比较重要？我要的是哪一个？如果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假设他是每个月月收入就是破100万的人，他每个月只是花个几千块在你身上，对他来讲就是9牛1毛，真的是没有什么啦。但是你可能就觉得说，哇，几千块是很多的，所以这些行为不能够直接的就是证明他很在乎你，只能说有在对你做一些付出，可是那个重量你一定要自己去评估。第三题，有网友想要知道男生追她究竟是只想要跟她上床，还是真的想要跟她在一起呢？如果这个男生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心机很重、城府很深的人的话呢，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你一定要等到跟他上床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他是哪一种心态。如果他跟你上床之后呢，他就开始对你冷淡，那就代表他之前其实就只是想跟你上床，没有想要跟你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跟你上床之后，他却变得更爱护你、更珍惜你、对你更好，那就代表说他是真正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难是在上床之前就我可以跟你讲说怎么样知道，很难，真的几乎不太可能，一定是之后。其实我觉得女生不要把性当作是一种筹码，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要跟你上床是因为我要跟你在一起，或是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才愿意跟你上床。因为其实当你把这个东西当一种筹码的时候呢，当你得不到你自己想要的，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亏的，你就觉得失去了什么，没有得到你要的，你心情就会不平衡，就会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所以说，你只要不是勉强自己的，你是对得起自己的，这样就可以了。第四题，有一个网友呢，他的朋友被一个男生追求。但是呢，那个网友都知道那个男生呢是个海王，很花心，他朋友已经非常的晕船了，要怎么劝他呢？首先，我觉得感情啊是他跟那个男生的事情啦，所以旁人都不要想要去劝他。不管他今天在这个感情中啊，就是他晕船的过程，他觉得很快乐，或者他之后伤心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你都不应该去剥夺他生命的一些体验啦，因为他还没有受伤。
你劝他，他也会一直有一种就是你不支持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身为朋友，你只要去做到一些，就是稍微去提醒他就可以了啦。通常海王有几个状况，如果他只有一个对象的话呢，其实他一定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个女生身上。但如果他有2到3个对象，那时间是被切割的。你可以跟那个朋友讲说，就是你看看那个男生呢，他如果他真的很在乎你，他应该花更多时间陪你，他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可以好好去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好，再来一点，就是可以试着对这个男生，就是他们认为可能是海王的这个男生呢，前面很热络，后面突然冷下来看看，突然保持距离看看。如果说这个男生他是有非常多对象的，其中的女生对他比较冷淡，比较冷漠，他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了，因为他还有好几条鱼，他不差这一条。但如果说这个男生呢很在乎这个女生，就有可能因为你的冷淡呢，反而就是会想要更了解你。为什么对他冷淡了？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了？那可能就可以比较避开这个状况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男生渣到就是说你这样做只是引起他的挑战欲跟他的征服欲。不过至少如果他放弃的话，就代表他的海王的几率更高。那我们今天的医美大叔为我们网友们也解答非常多的问题啊！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医美大叔的万语录就到这边喽，下次见。